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第23课小资金的实盘测试。那我们回顾一下前2节讲的内容。第21课讲的是这个交易所 API 配置。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是如何配置的。首先就是在账户里面的这个设置里面，然后这里有个账户，然后 API 管理点开以后点创建，然后选择这个生成，然后把你的 API key 和 API 的 secret 复制到 config 文件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要找一台固定的这个 IP，就这2个字，然后找一台固定的 IP，然后把一些权限给它打开，就可以进行交易了。如果你只做现货，就只开现货的；如果你要做期权和合约的话，就把那个权限打开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就是配置 API 的那个配置，可以配在文件里面，然后用变量引用，也可以直接写在这里面。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，然后就可以启动这个策略进行交易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所讲的内容。那小资金实盘测试里面，首先第一步还是以这个安全为主啊，少量的资金。其实币安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这种产品，它只要一小部分资金就可以玩了，有个10U 或者是5U 的话，你就可以玩了。你比如说用比特的话，这种会比较大一点，那你选，呃，比如说选这个索拉纳，或者是选这个狗狗币，那它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成本并不高啊，你可能投个2、3美元先找找感觉，然后再慢慢的逐步加仓。那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用现货交易，然后接着往后的话再考虑用杠杆的这种方式进行交易。那上节课也分析了一下，这里面的账户的话有这种现货交易的，然后杠杆的交易的，合约交易的，还有这个期权交易的，一共是这4种。我们在第24课的时候会逐步展开，就是这一部分内容。那第24课的这个内容比较多，一共是有5课。那我们这节课还是以理论为主啊，继续快速过一下。那首先的话，启动实盘的话，首先就是要验证你的这个策略是否是好用的。如果你的策略不好用的话，还是要先回去优化一下，然后在刚模式下进行一个运行。那其次就是这个配置的权限、安全等等，然后就是这个资金的准备。一定最好要用自己的资金啊！如果用到杠杆的资金的话，一旦这个策略达不到你的效果，可能会心态上会发生一些变化。然后就是监控的话，用这个 Telegram 做这个监控，然后它随时可以用手机通知的，在手机上安装好以后，然后在这里面配上，那它只要产生了交易以后，它就会进行一个通知。然后就是这个心理准备和应急准备啊。那初始资金，这个官方文档上面写的是500到1000，那其实这里其实你有个50到100也可以玩。那比如说我就充50U 的话，你每一笔每一笔的话只投入5U，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拆成10笔。那5U 的话，你不管你是玩合约还是玩这个普通的行情，因为它这个币可以买到0.001往后的，所以它这个除了这个像比特这种比较贵的以外，还有以太坊这种比较贵的，像这种索拉纳这种币，你直接买个0.1的话才14.2，那如果你买了0.01的话才1.42，所以它这个你拆成5U 的话其实是足够的。那如果加上杠杆的话，就可以买更多了。所以前面的初始资金可以少量的，然后持仓不要太多，因为这个太多的话会顾不过来。那接着往下的话就是单笔的投入，你可以把这个除以10，投100，然后比如说每一笔20，或者是每一笔10，然后慢慢的往下增加，可以根据个人情况决定啊，我这个只是一个建议啊。然后要把这个刚模式给它关掉，然后切换到这个实盘模式。那
上节课的这个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配置文档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然后交易时间的话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。它这个是7乘24小时，不停的交易的，所以说不存在休息时间。你如果不玩的话，可以把这个程序关掉，或者是让它自己自动的在上面跑都可以啊。这可以根据个人的策略决定。然后就是这个后台运行，那前期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后台运行的这个情况啊，因为这个程序前期的时候没有调通，或者是没有磨合好，可能会有达不到预期的情况，你可能要随时进行一个关注，然后等它稳定了以后，再呃观测的时间就可以延长一点，比如说半天、一天这样观测一次就可以了。那前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尤其是刚上线的时候，可能是问题最多的时候。然后这个就是前面几天要做一个重点的一个监控啊，然后最好是整一个这种记录模板来记录一下，然后就是一些关键的指标。那前7天的这个数据汇总，最好要写一个这种完整的这种周的一个总结，这样的话会对自己的交易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。如果你全是靠自己的大脑去记的话，有的时候很容易这个顾此失彼啊。然后就是第一笔交易如果迟迟不来的话，那你就要判断一下你的这个策略是否是过于严格。一般情况下，就是你的策略定的太复杂，然后市场的这种情况跟你的这个策略不匹配，然后就会造成这个成交不了。比如说你正常你定了5个条件，然后这5个条件里面可能有3个条件都是比较苛刻的，那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情况下就比较难了。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不满足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把某一根指标、某一天的某一根指标的线，然后呢来做判断，就是你看到这个位置你想进的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指标的情况，然后再去对比一下你的策略的这个情况。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指标满足了你5项里面的3个条件，那你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策略调的松一点啊？那这个就是不成交的情况的应对方法。然后第一笔交易如果亏损的话，这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及时止损，把它控制在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啊。然后实盘表现远差于这个刚模式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啊，因为实盘的操作，它有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法典，还有就是你是否会及时成交的这种情况。那刚回撤的情况下，它就不用考虑这些东西了。所以说它的这个实盘表现啊，可能会不如这个回撤的和这个刚模式的这种情况。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频繁的一个止损，这样的话，多数情况下会造成这个手续费比较高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如果胜率过低的话，你的这个盈亏比如果又达不到一个，比如说你的胜率在40%以下，那你的盈亏比如果能达到2:1，那基本也能打平。那如果说你的盈亏比都只有1:1的话，那这种情况就是会造成一定的亏损，所以这一定要注意，看一下止损的一些原因，然后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把策略进行一个优化。然后这个是 API 的限流和余额不足啊，这个不太重要，可以跳过。然后增加资金的这个情况，如果你运行了一段时间以后，然后感觉还不错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缓慢的这个增加资金，不要一下子增加的太多，这个可以评估一下你的这个胜率，做一个计算。这些表格可以做一个参考。然后就是增加资金后，你要对这个风险还有这个止损进行一个调整，然后监控它的这个强度调整以后的一个实际情况。那心理上的这个
准备也是要做好的。那后面就是一个实践任务。这节课还是以这个理论为主，没有太多东西，大家可以下来自己看一下。然后，文档的内容我会放在评论区的置顶位置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